Steam Machine 到底要多少钱？價格是決定許多人是否購買的關鍵性因素。但是目前來看，它的價格似乎不會便宜，而這一切的原因竟然是因為一根小小的內存條。如今內存的價格已經突破了天際，投資價值堪稱電子茅台，甚至超越黃金，1天一個價格，直逼蘋果內存的售價。剛聽到這個消息我還不相信，但是當我查了一下我自己使用的內存條現在的價格的時候，真的是直接讓我目瞪口呆。1年多前我花了159澳幣所購買的內存條，現在已經漲到了500刀，是原來價格的3倍還多。這個價格已經比黑五的 PS5 數字版還要再貴上20塊錢了。這還只是2條 16G 一般性能的內存價格，當你去看那些容量更大、顆粒更先進的產品時，價格那叫一個魔幻。而且不僅僅是 Steam Machine 和 PC，Xbox 最近也有消息透露，他們的主機價格也將會因為內存的漲價而再次上漲。有的人可能就要問了，那索尼為什麼不漲價呢？確實啊，原本看上去如此昂貴的 PS5 Pro， 現在竟然變得眉清目秀了起来。根據知名硬件舅舅黨 Moore's Law is Dead 的消息，是因為索尼碰巧在內存價格處於低點時進行過一次大量採購，因此他們接下來幾個月都不會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放到未來1年甚至幾年，索尼還能如此從容嗎？因為 AI 巨頭的大量採購，內存的價格在短時間內都不會下降，這將會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僅是遊戲主機和 PC， 你的手機、智能手錶，甚至是家裡的電冰箱裡都有內存。所有這些電器的價格都會水漲船高，而且不僅僅是內存啊，就在顯卡價格前幾天剛剛逐漸趨於穩定的時候， AMD 又宣布他們家的顯卡即將漲價10%。以前啊，這些電腦配件和游戲主機的價格隨着時間的推移，打折的力度只會越來越大。沒想到現在反而越來越貴了，東西買回家玩個2年，一轉手反而還能賺上一筆，真的是活久見啊！熟悉我頻道的老觀眾都知道啊，我之前說遊戲機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這些大公司在讓我們玩家去填補他們自己挖的坑，讓我們去彌補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商業決策。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下一個世代的所有遊戲主機的價格，可能真的會因為硬件價格的進一步上漲，達到一個你無法想象的高度。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我對這次內存大漲價的看法，以及除了價格之外，它還將對你玩的遊戲，或者是你玩遊戲的方式造成怎樣的影響。比如說雲遊戲。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我是老九。我們遊戲玩家啊，真的是太慘了。原本只是想在課餘生活稍微放鬆一下，但是你看看我們這幾年都經歷了什麼，可以說是從2020年到現在就從來沒有消停過。先是疫情導致的遊戲機大面積減產，我記得當時一台 PS5 可以說是一機難求，就我自己的這台 PS5 都是從別人那裡買的二手。緊接着就進入了全民挖币的時代，導致一群根本不玩遊戲的礦老板跟遊戏玩家搶顯卡，讓顯卡的價格順勢往上節節攀升。可還沒等玩家們反應過來， AI 緊接着又大爆發了，導致像 NVIDIA 這樣的顯卡制造商把大部分的產能傾斜到更賺錢的計算卡上，而讓消費級遊戲顯卡的庫存變得少得可憐，而價格卻高得嚇人。我相信今年買過50系顯卡的玩家都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更別說最近幾年接連不斷的遊戲機訂閱服務的不斷漲價了。然而這一切都不會結束，只會越來越糟。根據 Tom's Hardware 的報道，由 ChatGPT 開發商 OpenAI 所規劃的 Stargate 星際之門項目將會吞噬全球內存產量的40%。這個星際之門是個什麼項目呢？說白了，就是要給 AI 建一整套超大型服務器集群，而為了建成這座服務器農場，需要採購大量的硬件，而內存就是其中硬件需求量極大的一個。Unreal 引擎和 Epic 的老板 Tim Sweeney 也評論到，內存價格的飆升將在未來幾年成為高端遊戲領域的真正難題。各大廠商正在把先進製程的內存產能轉向 AI 公司的需求，因為數據中心給出的報價遠遠高於消費級電子廠商。我很贊同他的觀點，因為這和之前30系顯卡的短缺危機有着明顯的不同。當時無論是黃牛還是礦老板，在定義上其實都是和你一樣的散戶，你們都是在消費級的這個範圍之內搶購顯卡，
而現在內存暴漲的情況是，這些由美國政府背書的 AI 公司並不是跟你一樣在消費級的市場跟你比價，而是找到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這些內存巨頭，跟他們直接談，以後的這些內存顆粒都還沒有被來得及制造成我們一般人用的內存條的時候，就已經被 AI 公司給買走了。因為這些 AI 公司不差錢，所以他們的出價就要比消費級內存廠商的報價要高得多，自然生產內存的這些公司就会給他们更多的產能。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啊！最可怕的是星際之門只是 OpenAI、甲骨文以及軟銀聯合起來搞的項目，其他的 AI 大廠都還沒有動靜。如果說馬斯克的 xAI、Meta 以及微軟這些公司也紛紛下場要去搞自己的 AI 服務器農場的話，那內存的價格在短期看來，我看不到任何變好的可能性。就像我第一段提到的，所有帶內存的電子設備都會或多或少的漲價，尤其是 PC 和遊戲主機。別看索尼運氣好，剛好囤了一批貨，在未來也絕對是100%要漲價的。而微軟的 Xbox 呢，他們自稱根本就沒做準備。為什麼是自稱呢？我下一段會詳細說明。加上微軟總部下達的30%盈利的硬性標準，也肯定只會漲價。這其實很像狼來了的故事。PS5 和 Xbox 之前都在用所謂的 market condition 的借口來漲價。但就如我上文所說，其實他們都是在讓消費者給他們這幾年做出的錯誤決策買單。什麼錯誤的決策呢？索尼是 all in 服務性遊戲，虧了大錢，而微軟是各種買，結果買來的工作室所制作的遊戲質量不及預期，這讓 XGP 的訂閱價格無以為繼。媽耶，現在 AI 這頭大灰狼是真的來了，才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尚未公布價格的 Steam Machine 的售價表示擔心的原因。遊戲機之所以可以虧本賣你機器，是因為他們可以靠之後賣你遊戲和讓你訂閱會員來回本。而 Steam 的打折力度如此之大，又不存在聯機會員，如果定價偏低，那麼收回成本甚至盈利的時間就會被拉得更長。也許 Steam Machine 的目的確實是為了驗證客廳 PC 遊戲系統，也就是 Steam OS 的可行性，從而拋磚引玉。低價快速鋪開可能只排在第二，但是我還是希望這台機器能夠賣得便宜一點。不過最新的開發者訪談裡 Valve 透露他們家的機器將會對標同配置 PC 的價格，然而內存的持續性高價在短期內不會有所緩解。這麼看來，即將在2026年發售的 Steam Machine 就大概率不會特別便宜。Sell me this pen是電影《華爾街之狼》裡的經典橋段。電影裡這裡想表達的核心意思是，廠商可以通過先制造需求，再提出解決方案，從而讓你覺得自己離不開他們的服務。而現在硬件的全面漲價，對我們這些遊戲消費者來說，似乎也出現了一個看起來非常完美的解決方案，那就是雲遊戲。就在前幾天內存上漲的新聞在互聯網上炸鍋的時候，微軟 Xbox 這邊卻剛剛好的公布了一組非常亮眼的雲遊戲數據。微軟聲稱 Game Pass 用戶的雲遊戲市場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45%。不僅如此，他們還聲稱為了讓全球玩家都能夠隨時隨地的玩到遊戲， Xbox 這次更是把雲遊戲服務擴展到了擁有超過5億玩家的印度，讓服務覆蓋的國家達到了29個。與此同時，拉丁美洲的表現也非常強勁，像阿根廷、巴西這些地區，雲遊戲的遊玩時長和活躍玩家都實現了雙位數的增長。我們都覺得內存和其他硬件太貴了，那像印度、南美洲這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更不用說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玩家原來就買不起遊戲硬件，只能玩玩手遊，現在內存漲成這個樣子，別說買了，根本就是毫無希望。然後你看啊，就在這種情況下， Xbox 非常及時的端着雲遊戲從幕後走到了台前。微軟本身自己就是一家 AI 巨頭啊，這麼看來，微軟在內存漲價方面所謂的完全沒做準備，會不會只是自導自演的一出戲呢？我在最早聊 XGP 的視頻裡就說過，微軟硬件的漲價很有可能就是要把玩家往 XGP 的服務裡推。當時我還覺得雲遊戲是很好的服務，確實降低了很多人玩遊戲的門檻。但是當微軟即將推出帶廣告的免費版 XGP， 以及最近 XGP 漲價 50% 的這些新聞放到我面前的時候，我不禁感到似曾相識。這不根本就是流媒體訂閱制的那一套玩法嗎？
先低價讓你使用他們的服務，然後當你習慣了，離不開這個服務了，再逐漸提高價格，直到它變得極其昂貴。XGP 上次50%的大漲價，不過是因為花大錢買來的遊戲工作室都沒有做出能讓微軟及時回血的遊戲，所以他們漲價的力度和頻率才會如此的令人詬病，表現得如此着急。就像流媒體平台分成帶廣告的低價版、無廣告的 1080P 版和無廣告的 4K 版一樣，雲遊戲也可以這麼搞啊。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這麼做了。你看微軟最新的 XGP 功能介紹裡說的啊，第二檔就是要比第一檔擁有更短的排隊時間，而第三檔才擁有所謂的 best quality 最好的質量。流媒體能分的也就是分辨率和帶不带廣告了，而雲遊戲不僅可以加塞廣告，它能給你細分的選項可就太多了。別看現在微軟的雲遊戲檔位還沒有什麼區別，等你習慣了雲遊戲，他們就要開始根据不同的效果跟你收錢了。分辨率帧数開不開光追，要不要高清材質，這些都是可以問你收費的點。你可別覺得我是在危言耸听啊，英偉達已經在這麼搞了。你看英偉達 GeForce Now 的2檔會員，不僅第一檔會員只有 1440p 和60帧，而高級会员就可以 4K 120帧。而且你看看下面這些細分的選項，便宜的第一檔會員很多都是無法開啟的，你甚至都無法使用 DLSS 3.5 和 HDR。當你的顯示器或者是電位稍微高端一點，這些高級的選項就會顯得十分的迷惑人了。這些大廠會逐步剝奪你選擇的權利，當你因為買不起而不再擁有任何硬件，他們就可以對遊戲坐地起價。過去我們還能買斷遊戲，最多抱怨 DLC 太多，價格太貴，但只要遊戲公司不倒，如果暫時拋開停止殺死遊戲運動不談，那份屬於你的遊戲拷貝基本上是永遠在那裡的。你想下載就能下載，可是如果未来雲游戏和訂閱制變成唯一的選項，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訂閱一旦到期，你的遊戲庫瞬間歸零。更糟的是，廠商可以打着提升體驗的旗號，悄悄地削減你原本的利益，讓廣告延遲低畫質變成你只能交錢升級才能避免的缺陷。Disney Plus 不就是這麼幹的嗎？你花在訂閱上的錢將越來越多，而與此同時，你也將不再擁有任何遊戲，不再擁有任何硬件。Later， 玩遊戲從來沒有變得如此昂貴。當硬件和雲遊戲服務都掌握在少數巨頭的手中時，我們玩家真正失去的或許不僅僅是遊戲，還有我們的選擇權。不過也不必過於悲觀，因為其實遊戲始終是屬於玩家的文化與熱情。無論硬件多麼昂貴，服務多麼封閉，創造力和社區的力量始終無法被這些巨頭完全掌控。那些不受大公司掌控的獨立遊戲和社區創作者正在不斷的崛起，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打破大廠的神話，以遠低於 3A 大作的價格提供了超越大廠的創意和樂趣。在這個看似便利，實則潛藏陷阱的新時代，我們玩家唯有保持警覺，選擇理性，才能真正掌握屬於自己的力量。Anyways， 歡迎收看第6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內存漲價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